一定要有基本的认识，才不会被当地的小贩骗。我们会实话实说，不好吃就真的不好吃。超爱的水果干，这次去我买超多包的，信用卡直接掏出来，直接给他买一大条回家，有史以来吃到最空虚的零食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创世小夫妻，我是雪伦，我是云流。之前我们有开箱过越南伴手礼，这次我们去富国岛旅游回来了。那大家可能想说，一样都是越南的富国岛，在富国岛的伴手礼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富国岛它有他们当地自己的特产，富国岛的胡椒跟一般的胡椒是不一样的，它的味道是更浓郁香辣的。富国岛的胡椒它有获得越南的智慧财产局的认证，一定要有经过认证，它上面才可以写富国岛胡椒。它的胡椒有分成黑胡椒跟白胡椒两种，那黑胡椒它比较适合各种料理的调味，那白胡椒它适合煲汤或是做药膳。建议在选胡椒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选它是颗粒的那种，才可以保有它原本的香味。富国岛地理环境的关系，所以它是非常适合培育出珍珠。你知道一个高品质的珍珠它的产期要多久吗？就像是你把你小孩子送到国小1年级，要等到他6年级毕业之后，这个珍珠才会完整的产生出来。超大的公司，1500个员工只产一个精英出来，所以有多难得。那我要怎么辨别这珍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通常在夜市看到那种珍珠，都是形状都很固定，是圆的，然后都非常漂亮，都很亮。但是其实那个是假的。定义上，好的珍珠它应该是要接近圆形的，但是你知道天然的嘛，它怎么可能长得那么的圆呢？所以天然的珍珠它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形状，比如说它有一点点椭圆，或是有一点点水滴的形状。富国岛那边有很多的小摊贩，那如果说你真的要买一个好品质的珍珠，建议大家还是要到认证的珍珠养殖场去购买。再来是桃金娘，它是一种紫色的花，大部分人都是把它拿来酿酒，或者说做成一些各式各样的糖果，所以它也是富国岛当地的一个特产。桃金娘它的名字很好记，它叫 SIA， 不是 SIM 卡哦，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包上面写 SIM， 这个就是桃金娘的特产，你就可以买来看看。另外一个是富国岛的鱼露，那富国岛它做鱼露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我觉得他们做这个鱼露非常的讲究，它是一捕捞到小鱼之后，为了要确保它很新鲜，它就要马上开始腌制哦，最后发酵，然后过滤到有点琥珀般像蜂蜜的颜色。富国岛的鱼露呢，也是越南第一个获得欧盟地理标示认证的产品，甚至也被选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指的就是一些什么老师傅很厉害的手工艺，它不是一个东西，但是它是一个技术，这技术需要被传承下来，就会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别，所以它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手艺。如果今天刚好遇到亲朋好友跟着去富国岛的，稍微跟他们讲讲故事，稍微跟他们讲讲由来，你会让这个购买伴手礼的行为更富具意义。看了创世小夫妻的影片，他们会觉得哎呦你很厉害哦，有做功课哦。因为光那个珍珠的事情，其实就是一个 know how 跟学问，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之后，你再去买，才不会被当地的小贩骗。那我不是说去那边一定会被骗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自保的方式。你先有这个概念之后，你再去买，想骗你，骗不倒你哦，门都没有。再来，我们要开箱，我们这次买的富国岛伴手礼都在后面，那我们就开始来选哦。每次拍这个伴手礼的系列，我都特别的兴奋。有一个东西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不要看它破破烂烂的，说不定很厉害。这个被我们搞得面目全非的香蕉米子饼，是因为它太薄脆了，所以我们运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碎掉。但是我跟大家看一下后面还是完整的，你看到完整的样子。我为什么会买这个原因，是因为大部分我们去海岛国家买的都是那种香蕉干一块一块的，但是我发现这个不一样。这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越南料理很多是那种米纸配菜的料理，它是香蕉跟米纸放在一起去烘烤它，才会变成这样一片一片圆圆的米纸饼。而且它这个香蕉它需要精挑细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能选到那种香蕉中间已经黑掉。我们吃香蕉的时候，外面不是有个白白的丝吗？对，把丝拔掉之后，它才可以跟这个米纸放在一起，才会变成这样子的香蕉米纸饼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看到就觉得很特别，我觉得我一定要买来试试看。我在还没吃之前，它的外观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厉害，因为它上面是香蕉的剖切面，有点像看那种显微镜的时候，水果里面的结构。哇，好脆的声音哦！哇，有3种层次，有酥皮米纸的硬，香蕉的软，再加上一点点炭烤的香气，这个很屌。你刚刚开始吃到的是这个米纸的部分，它比较脆。可是你吃到中间香蕉位置的时候，它就变得有点软了。再加上它是因为炭烤的，其实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
它这个边边炭烤的痕迹，以及它后面你看，不是烤焦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气泡跑出来吗？我会觉得很像甲骨文，就是龟壳，然后要写东西在上面。而且还有一个重点，它这个甜度其实算蛮低的，刚刚好，比较不容易吃腻，只是真的是易碎品啊，可不可以外面贴一个易碎品的贴纸？就可以用拿的啦，就不要放到那个托运箱里面，一定会碎。拿上去飞机之前我就全吃掉了。下一个是我们来开箱水果干系列，这个是我之前去岘港的时候。我就超爱的水果干品牌，我这次去买超多包的。这个品牌它也有其他的综合水果干系列，但是我吃下来，我还是觉得菠萝蜜超好吃。我会推荐你就直接买菠萝蜜，而且我觉得它很贴心，是上面有密封条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吃不完放久了，因为台湾毕竟比较潮湿，会软掉。另外想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水果干厉害的地方是什么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美国农业有机部的认证，中间这个是中国的有机产品认证，再来这个欧盟的有机认证。它水果干是没有加糖、没有防腐剂，也没有人工色素的，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天然的有机产品的水果干。所以我吃这个水果干我真的很放心。这个一定会被人家打，因为那个太脆了，再加上因为它是低温烘焙的，所以它的香气是有保留住。通常这水果干过没多久就会被我一个人整包嗑掉。另外，云流它有发现另外一款水果干，价格非常的平价，又很大包。好，那我就买来试试看，看看会不会发现另外一个新天地。因为我想要找那种小狗短袜，又可以分给家人或是分给亲朋好友，重量比刚才的水果干重2倍。这个是210克，这是500克，这包是8万4，这包是5万7越南盾，看又大包，价格又便宜。事不宜迟来开箱，如果真的不好吃，大家就最怕略过好了。但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很有面子，你自己看，已经等于比我的头还要大了。好啦，这是我们把水果干倒出来的样子。第一，颜色非常的鲜艳，所以今天是过年过节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时候，他还吃东西好多，我看起来很澎湃。大家你看到里面有菠萝蜜、有香蕉干，还有秋葵，还有番薯、地瓜、芋头，超多东西的。你觉得它的菠萝蜜如何？我觉得它菠萝蜜，老实说，认真说，结构上好像比较松散一点。可能这2天它的烘焙技术是不太一样的，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。但是其实如果说你不 care 口感的，菠萝蜜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。但我觉得这包其实也很不错。补充一下，它这个综合水果干，它也是没有另外加糖的，所以不会有其他添加物的味道，保留天然水果的香味。好，那下一个是越南腰果。一般去越南玩的人都一定会买他们的腰果，因为其实就连在附近的泰国，你可能买腰果，它也是从越南这边进口过来的。而且越南腰果它的特色是它是带皮的，你知道带皮有什么好处吗？它可以保留原汁原味，保持它的新鲜程度，所以它就会是带皮的方式。吃腰果是可以连皮一起吃进去的，而且听说它的皮本身有一点点微量的营养素，就是微量的纤维。我是人生中第一次吃带皮的越南腰果。那我比较想看你的反应，因为我之前去岘港吃过，带皮吃竟然有一点点苦苦的。那它有一点点咸味。他们越南腰果在炒的时候都会放一点盐。我还是喜欢没有穿衣服的腰果，口感上比较纯净，因为有一点点外皮的干扰，所以它其实会带一点点苦味在里面。我觉得它这个盐炸的没有很均匀，我刚刚吃到那一颗盐味比较重，那我在吃第2颗的时候就没有盐的味道，所以你可能刚刚那颗因为你没有沾到盐巴，有皮的苦味。那赶快把盐巴拉来，我把它沾一沾。你再给他一个机会。好，我再给他一个机会。好，我就挑没有皮的，皮比较少的嘛。对，单吃它的腰果是咸咸的，好吃的，就是很脆，对不对？但是唯独皮这件事我不能接受。那我问你，你吃地瓜，你可以接受连外皮一起吃吗？可以啊，但是因为它的皮的苦味太重了，干扰了腰果本身的甜味。你舌头很敏锐，我没办法，我是小当家特级厨师，特级挑嘴，所以我才挑了这么好的老婆啊。不要乱放闪哦，等下观众要来留言说，不要这边晒恩爱哦。没办法，老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好，我帮你剪进去。下一个是周周花生。周周第一天不是到阳东夜市？对，没错，一路上全部的人都在卖周周花生，我一直以为是黑道在贩售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黑道小弟在夜市发生，但是他原来背后有一个故事。法国人他跟一个越南女生相恋了之后，他把家乡法式做焦糖的技术带过来
越南这边才会有这个法式焦糖花生产生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一罐的花生，它是爱情的结晶。这个花生你看它有五颜六色，它其实开发了30多种口味，从来没有看过花生调味可以调到30几个哎！你有多爱花生？你光好，你做米饭好了，米饭你可以做到30几种米饭料理吗？不可能，厉害！我第一个想到是什么？过年不是你的桌上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糖果，或者有个红色跟白色的。你还比较仁慈，我会想到是鱼缸里面下面的。这个是绿色的，红色的。完蛋了，它口味太多了，多到我有点猜不出是什么味道。不过每一颗的味道蛮分明的哦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，这个我没有吃过这样的花生体验。多亏了外面那层焦糖，所以它的脆度还蛮明显的。因为它在制作过程，它是必须要一直很均匀的去炒，才能让味道很均匀的裹在焦糖花生外面。30多种口味，里面有咸、甜、酸、辣，所以这不是一般能吃得到花生的体验，蛮棒的。我原本想说综合口味，它东西都混杂在一起，会有这一颗的味道被其他颗盖掉，但我发现没有，它每一颗都保有它自己的味道，这个也吃不腻耶。怎么办？我发现越南伴手礼吃到现在都很厉害。下一个是越南花生糖，之前我在现场买，它是很大一片，它就是迷你版的，下面比较硬。之前我吃的那个是比较软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对，比较嫩 Q 一点，没有上次那个好吃。对，米饼虽然是比较脆的，口感上我觉得还不错，它的花生、芝麻香气还有焦糖的香气都不太够。上次在岘港买那个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这个还好，可以略过，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啦。我们会实话实说，不好吃真的不好吃，好吃的我一定推，但是这个达美。下一个是椰子饼，椰子饼也是去越南必买的品项，但是我们这次去富国岛发现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椰子饼，那其中我发现最多人买的是那个蓝色的包装，下面还发现这个绿色包装是我们之前去岘港买的，那时候我们就对这个椰子饼念念不忘，所以我想说好，那我们这次就试试看这个绿色的跟蓝色的包装两个差别在哪里。先是绿色的，看得出来绿色的色泽比较深一点点，好好吃哦，好脆哦。我觉得蓝色的比较没有那么甜，但是以香气会是绿色的略胜一筹。绿色它的口感再更脆，这个是绿色的，绿色的稍微厚一点，绿色的看起来它的烤的比较焦一些，所以它的脆感会再更重，相对比较硬一点。蓝色的相对没有那么甜，它的口感是轻薄。那绿色的甜度稍微高，香气再浓郁一些，口感厚脆。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买你喜欢的椰子饼。去海岛国家都有一样必买的东西，就是芒果干。那边芒果干的品牌选项非常的多，我会选这包是因为外包装好看，不是像立顿奶茶，有一点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到它的时候，想说奇怪，为什么立顿奶茶也在这边卖？结果发现它是当地的水果干。这是非机改的认证，那这个是无麸质的认证。有的人他会对麸质食品过敏的话，你就可以选这一排的芒果干。一拿出来的时候，它上面就有那个很明显的糖粉的样子。什么味道？是能想象到芒果干应该有的味道，其实我会觉得有点难咀嚼，可能因为太干的关系，后牙要咬好吃力哦。它不像七记一样比较湿润，是有点像牛排的那种口感的，但是这个有点像牛肉干的口感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有点粘牙，这款老人家不能吃哎。对，这个芒果干我可能会不给过。这个芒果软糖其实原本不在我的名单范围内，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观光客，他买了一整篮的这个。专吃这个，对，我想说哇，这有这么好吃吗？哦，那我一定要买一包。我一打开就闻到那个芒果香气了。但其实我对这种软糖都会抱持着一个比较质疑的态度，有可能太过甜，所以我是先有预设心态，但是说不定真的很好吃。包装质感很好，是有点雾面的这种包装。还没有吃之前，我也闻到香气了，隔着袋子都能闻到香气了。外表色泽看起来非常的惊艳，确定不是在吃汤圆？对，完全像汤圆。跟拿芒果汤圆来糊弄我哦，真的是芒果汤圆哎，但里面湿润湿润的，不费力的咬，口感已经有突破我对软糖的印象了，介于汤圆跟软糖之间的软硬度。而且我原本以为它里面会是像我一般吃到那种撒白糖的软糖一样，它中间是很实心的这种小汤圆。这个好吃哎，我觉得这个连大人都会喜欢。我吃完正餐之后，想要吃个小甜点，我吃这一颗就解决了。接下来这个也是软糖系列，不过它是什么？信卡不是淘金娘的软糖，外观就很像我对软糖的定义，好像能想象到口感，但是现在就是要考验它的香气了。我不知道淘金娘是什么味道，就靠这一颗直接来吃啦。这款与刚才的芒果软糖形成了一个天大之差别，这个就是你能想象到的口感跟味道，一点点微酸，一点点微甜。这个可买可不买，我没有特别的喜欢。淘金娘是当地的特产，那如果说软糖不 OK 的话，淘金娘的酒或是淘
淘金娘的蜂蜜都可以试试看。再来也是来越南必买他们的巧克力，这个马福我上次在岘港的伴手礼也有介绍过，很厉害的巧克力品牌。那这次我还新增了2个品牌，一起来比较看看他们味道上的差异。这3个品牌它都是采用越南当地不同省份的可可豆。第一个来是越南先生的巧克力，大部分的人对越南先生的印象都是咖啡，但是它其实现在也有在做巧克力或是水果干系列的。那我这次就挑了一个这一款，它是有椰子丝跟芒果。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不务正业的越南先生为什么跑来做巧克力？它多角化经营啦。它这边是没有的，椰子丝跟芒果都是布满在这一面。那这个包装这边有一个写说它是从越南来的，但是我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包装有一点点简陋，所以我觉得黑巧克力太浓了，浓到它已经盖掉椰子丝跟芒果的味道，我只吃得到椰子丝有点脆脆的口感，就是它纤维的口感嘛。但黑巧克力真的蛮浓的，椰子丝或者上面的芒果干已经不知道死去哪里了。黑巧克力它融化之后，芒果跟椰子丝才出现，它的椰子丝跟芒果刚好还在我的牙缝里面。味道没有那么鲜明，但是黑巧克力真的好吃。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比这个马福巧克力，它是2018年国际巧克力大赛的铜牌，是有获奖的。觉得它的包装比刚刚越南先生好看，因为它有金宝，然后还有像一个信封贴的，这边贴在这边，看起来高级感。因为我们买的是小的啦，但其实也有大的礼盒的，所以送人就可以选那种大的礼盒，每个口味都有的那种礼盒。进入冥想状态，不是我进入巧克力的世界悠悠。我认真说，信用卡直接掏出来，直接给他买一大条回家，真的这个太好吃了。越南先生的黑巧克力，它的味道是我在市面上可以吃得到的味道，但是马福巧克力它的味道是我吃过这么多巧克力，没有一个味道像它一样的，然后它的味道是真的很有层次，所以我们这次要买另外一个跟它匹敌。你确定不是当祭品啊？马福已经是这个神王等级了哦。听说这个巧克力品牌也很厉害，所以我已经很期待，你试试看。你不能有既定印象，你要给其他巧克力一些机会。因为我觉得每个巧克力应该都有它厉害独特之处。像它这个包装其实跟跟马福蛮像的哎。但是我认真讲，这个金也太土金了。这个金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懂色的感觉，这个金像阿嬷金哦，黄金的金，好不好？我喜欢那种亮一点、有点质感的金，你不要去学人家。而且它有一个，但是贴纸比较小张，这个贴纸好没有感觉哦。好，我们拭目以待啦。好，再让我时间冥想一下。皱眉头。它是咖啡味的巧克力，咖啡味蛮明显的。它的层次风味好像没有这么多元，口感我觉得没有像马福这么的滑顺，它比较粗犷一点，不是说不好吃，是比较有嚼劲一点点的巧克力。这个牌子它的巧克力它比较厚，这个是马福的厚度，这个是巧克力的厚度，它明显有差。我觉得厚薄度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。你会觉得它咀嚼起来有点费，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办法那么快融化掉，因为它做的比较厚。马福它的薄度是做的刚刚好，它就会在你口中化开了，你不需要去额外的咀嚼。我私心认为这个味道比较粗犷，咖啡口味我就直接给你味道很浓郁的咖啡巧克力。它另外有出他们当地的味道，有机的椰子花蜜。注意哦，不是椰子口味，是椰子的花蜜。椰子的花长在哪里？长在椰子里面吗？在树上啊。所以是长在树上的花所产出来的花蜜。它就像这个图片，就是椰子花长这个样子。来试试看椰子花蜜是什么味道？就有点酸酸的，是那个味道吗？我们两个突然间沉默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。它有点带一点酸酸，可是好像又没有突出的香气。可是我觉得这个酸应该是本身巧克力的调性吧，跟椰子花蜜有关吗？我一直有觉得好像有牛奶巧克力的感觉，是不是海市蜃楼啊？好，我们这款不予置评。再来是我们的压轴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发现，马福巧克力什么时候出芒果干了？期待哦！而且这一款其实它单价比较高，这盒是黑巧克力芒果干100公克，18.5万越南盾，这盒要台币243，哇，蛮贵的哦。但我还蛮期待马福巧克力的芒果干是什么味道。而且它的外包装做的比较有点像是回收的材质，旁边还有烫金，做的还蛮不错的。惊讶了，搞得好像烟盒哦。可以说，真的是这样拍耶，真的很像烟盒哎。马福巧克力包装还是真的蛮厉害的，他把巧克力做的有点精品化了。
而且我就喜欢它 M 字单纯的 logo 就好了，不要搞那么多。像苹果一样，就越简单越极简，包装就越好看。壳子我可以自己留下来收藏，搞得我都舍不得吃了。里面这是 Pocky 吗？这不是手机，我透露了。好高纲的包装，我在怀疑我是不是买到日本伴手礼才会这么高纲。其实它做得很贴心的，你看到它可以这样拉出来，哇，不是让你自己一根一根手伸进去拉，它是做了一个纸。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芒果干跟巧克力一起拉出来，它是有裁切过后的芒果干就变成直条的，不是像一般芒果干没有裁切，是原本椭圆形大片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入口，而且形状跟外表如果比较一致，口感上也会比较一致的。它这款巧克力是65%的马夫巧克力，再配天然的水果干，如何搭吗？我会好奇。搭，光它的芒果干就已经很好吃了。我发现它的芒果干是偏酸的耶，然后有一点点嚼劲，因为偏酸的关系，所以它可以用巧克力的甜去盖掉你会觉得太酸的味道。它把两个比较极端的味道碰在一起，一个像盾，一个像毛，合在一起的味道，你光咬下去那一口，你会知道那个强大。很不错哎，我觉得马福每次都没有让我们失望。下一个是越南米饼，这2包马铃薯起司口味跟海苔口味，它是韩国的品牌，在越南生根，非常受当地欢迎的一款零食，采用100%日本米去做成的米饼，所以我还蛮期待它的品质。我还没吃之前会觉得是不是像汪汪仙贝的感觉？看起来就很像汪汪仙贝。好，我先猜，它是这种小包装的。海苔口味的，虽然说是可以想象的味道，可是更好吃哎！认真讲，它的米可能用的比较好，所以吃到尾劲会有一点点米的甜味。这款我觉得可能还比台湾的汪汪仙贝再优雅一点，再柔和一点点。我觉得吃起来很有口感，海苔的香味我很喜欢。这个不会太甜或太咸，跟台湾的米饼吃起来还是不太一样。这款还蛮推的，这好吃哎！那我们再来吃马铃薯起司口味，我猜这个马铃薯起司应该是味道会再更浓郁一些。你看它上面有满满的酱料，然后好香哦，气死人最爱的。这款很厉害耶！我发觉它的调味吃起来很舒服，不会死咸。对，因为有的洋芋片或是零食，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过瘾。对，但是它这个是好吃，淡淡的味道，一下子它的味道就散掉，不会说像有很重的香精味在你嘴巴残留很久。哦，蛮推的，真的好吃。不管说是海苔或是马铃薯起司味道，我觉得这2款我都很喜欢。听说这个肉松口味的也很好吃，但是这个不能带回台湾，千万要记得，你要买的话，你就只能在当地吃。这个是越南米子，是夜市料理的时候很喜欢吃他们的米子拼盘。米子拼盘就是米子再配很多他们的菜或是一些配料，再沾他们的酱，超好吃。我们在卖场的时候看到这个米子，想说越南米子我一定要来买看看。但是我在买之前我还很怀疑，我想说，这真的是给人吃的吗？确定不是给猫吃的零食吗？因为它上面还写喵附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你确定这是给人吃的？你是不是要害老公，要毒死老公？这个是柠檬口味的，这个是海苔口味的，我们就都来试试看。大家看一下，多薄的米饼，大概像一片纸的厚薄度，薄如蝉翼，好奇怪哦，好像有吃跟没吃一样。有史以来吃到最空虚的零食。但是又有一点点海苔香，你不要看不起它。对，有香味，但是因为它太薄了，它一下子就在你嘴巴融掉，就变成有一点点软软的口感，就消失了。你确定这不是饲料喂鱼的？这真的会吃饱吗？我认真讲，这个我不给过，因为口感没有，香气也不足。我相信台湾人可能不太会喜欢这个味道。那薄薄一片纸，它就消失了。也不知道在吃什么。这猫咪可爱，但是猫咪骗了我们感情。我觉得可能米纸还是要包一些配料比较好吃啦。要不然你自己在料理的时候，你自己去包你在家里想吃的东西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它的米纸要再做大片一点。我觉得这真的是解馋用的，但是重点是又很空虚啊。这放在水里一下就融化了吧？最后我们的压轴就是水果之王榴莲，因为我怕我们等一下打开之后，这边整个都是榴莲味，怕整个邻居都上来砍我们的。这跟前面那个菠萝蜜是同家品牌的榴莲干，所以就相信它，我们就来试试看榴莲干。它可能怕味道太重，里面还有一层包装，它是这样分2袋，有没有奇妙？你这样包装我更害怕，你不包我还没有什么感觉，你这样一包我就觉得是什么有化学毒物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是长方形的？这很像花生糖的形状。如你所愿，开小小的洞，来深吸一口气，一点点还好，还好蛮香的，不会到很浓郁的那个味道。哦，好香哦！哇！一口我就醒来了。简单的一口，但不可思议。外表闻着可能没那么浓，一咬下去，榴莲
星球整个爆炸爆发。我现在嘴巴都是榴莲味，好浓。但是浓到很好吃，认真讲，喜欢榴莲的这款不能错过，好好吃哦。浓郁的榴莲香味。我小瞧它的这个是榴莲小宇宙。彼此讲一个最推荐的，但是我们要先排除天王级马福。对，你要排除你最爱的马福，以及我要排除我最喜欢的菠萝蜜水果干。除此之外，哪一个是你觉得必买的？我可能会选第一个香蕉煎饼，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old school 一点，这种 local 比较粗犷的外包装，好像是从在地的越南摊贩某一个阿嬷买过来的饼。但是除了外包装很朴素之外，我觉得它的口感让我比较惊讶，竟然有一点点焦炭味，再加上它有3种层次，我觉得它的价钱非常的便宜。我全部东西吃下，有些可能外包装弄得很漂亮、很精致，但是我偏偏喜欢这种不要过多外包装，但是东西真的是真材实料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香蕉煎饼旁边是烤的焦焦的，而且酥软适中。在我心目中，味道可能没有像榴莲味那么夸张，或者像芒果味这么酸，它很适合送给所有的人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个伴手礼，这是我个人感官。我觉得那款香蕉米子非常的古早味，你摆脱掉很漂亮的衣裳，返璞归真。因为你刚刚讲，我就好像有那个画面，想象那个阿嬷啊，在切香蕉啊，放在米纸上面，然后拿去晒太阳，在那边烤啊，很辛苦，烤了之后还送到你手上。我反而比较喜欢这种感觉，比较接地气，看得出来是别于一些伴手礼有的感觉。我会想选择那个韩国品牌米饼，因为其实我每次在挑伴手礼的时候，我会很注重耐吃度。那个米饼，因为它很耐吃，不管大人小孩都会喜欢越南米饼。然后以上推荐给大家精品级马福巧克力、菠萝蜜水果干、阿嬷古早味的香蕉米纸以及越南米饼，这几个是我们很推荐的，那大家参考看看咯。如果喜欢这系列的伴手礼开箱的话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订阅，让我们知道说你喜欢这系列的东西。以后去各个国家都会尽量开箱当地的伴手礼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是创世小夫妻，下集见。